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喊什么喊？我是海葵公主，不认识我了？是海葵公主。让开！公主，我求求你了，饶了我吧！已经什么时辰了？太妃早就睡了，我们就是有8个脑袋，也不敢打扰太妃的好梦啊！公主，你饶了我们吧，要不明天天亮了，小的再给您通报。哎呦，我求求您了，饶了我们吧！这公主，行了行了，我明天再来。谢公主，谢公主。谁？您别生气，娘，对不起，女儿打扰您的美梦了。你吓死我了！你这个小丫头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你，你脾气性格还没改，行事还是那么古古怪怪的。哎呀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到底从哪儿来啊？我还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呢。哦，你以为我死了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有人说你或许淹死在海里了，也有人说你也许在荷兰人那里。还好你没事，没事就好了。哎呀，也省得娘一天到晚的为你做噩梦了。我怎么能轻易死呢？我的仇还没报呢，是不会轻易死的。这不，我又回来了。闺女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我饶了人家，人家能饶我吗？他们不光想杀姚云和石世宗，连我都想杀。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今天来是知道他们俩还活着，我想见他们一面。哎呀，娘就知道啊，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事来找我。不过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可他们到底关在哪儿了，我不知道。我明天帮你问问。今天晚上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睡一觉，吃点东西。有什么事，明天再说吧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问你，你到底从哪儿来啊？我从澎湖啊，是武平侯派船送我回来的。那你认为澎湖能守得住吗？必然守不住了。咱们与清廷对抗，那是鸡蛋碰石头啊，必败无疑。若是您不相信，您就亲自去看看吧。好了好了，女儿也累了，我去休息了啊。
是大人，请赐我刘国轩一死吧。刘国轩，我的这只眼睛是被你给炸坏的。十几年来，你我未曾谋面，想不到竟然在战场上相见。坐吧。坐？我一个战败之将，还有资格坐吗？我知道你对台湾的一片苦心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台湾没有决一死战的本钱，恃海自立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不要再羞辱我刘某了，我早有必死之心。请赐我一死吧。你说错了，我若有杀你之心，何苦要派人救你？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我的良苦用心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台湾百姓也是我大清子民，施某安能滥杀，安忍滥杀？哼，那你为何带兵来攻打呢？以战逼和，保全我台湾百姓的生命，不许自立乾坤者得逞。刘将军，我知道你在台湾水师中也受了不少委屈，你并不愿意看到我大清子民以兵戎相见。刘将军，施某今日有一事相求。刘某一个败军之将，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回台湾劝降。你相信我？我相信。为了我大清子民，永远不再动干戈，你一定会不负众望。太宽大他们了。父亲不杀他们，已经是仁慈之举了。这要是把他们放回去，他们会在第二军中打过来的。不，这叫攻心。攻心有时比攻城更有威力。你想想看，这些人受到我们这么好的礼遇，回到台湾以后，他们不仅不会与我们为敌，反而会对我们说好话，帮助瓦解敌军的士气和斗志。父亲大人不仅是一个将才，还是一个大智之人呢。士军们，
末将朱林叩见将军。朱将军，快请起，欢迎朱将军归来啊！有多少个月缺月圆，才盼到这一天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呀！而在台湾，不知还有多少人在忍受离别相思的煎熬。朱将军，台湾更多的人归来，这一天不远了。啊！你在看什么？看了2天了。也许朝廷大军已经打下澎湖了。也不知道海葵把海防图送出去没有？一定能送到，海葵是靠得住的。若是没有送到，澎湖那边会很快惨败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快重见天日了。怎么了？叹什么气呀？你一向都很心宽的。你不是说过，我们的将士打得越好，我们就越安全，他们越不敢杀我们吗？按常理说是这样，因为打赢，咱们就成了台湾和朝廷谈判的筹码。不过，我也有不祥之感。若是台湾的自立乾坤者占了上风，他们也有可能做出相反的决定，杀了我们，破釜沉舟，绝了岛内主和派的后路啊！澎湖一战，武平侯把我们的老井都输光了。澎湖一丢，台湾的门户就敞开了。武平侯的罪过不能不究。这也是气数，究谁之过不是当务之急。请问武平侯，澎湖那边还能收拾多少兵马？哼，回来倒是有几千人，还不如不回来呢。全是被施琅抓了又放的，有些是从海上捞上来的，并且全部给了盘缠。这些软蛋回来之后就四处散风，说施琅如何的仁义。我已经下令把他们都关了，免得煽动民变。这也无济于事。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征兵增饷。那兵力损耗多少？所剩无几呀！澎湖之败，罪责在我，该怎么惩罚，都为之不过，我绝不推脱。如今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。澎湖已失，台湾岛内只有几万兵力，并非精锐之师，又无险可守。施琅愿意何时直下台湾，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。听武平侯的口气，我们只有跪地投降了。我早有耳闻，武平侯和清廷的权贵书来信往，久有异志。就在澎湖沦陷的前几天，武平侯还秘密接见了施琅的女儿阿曼，并且放走了她。更不可饶恕的是，他纵容朱林投降。武平侯，我没有诬陷你吧？确有此事。朱林下落不明，并不是我放纵他投敌。施琅的女儿也不是我放走的，是他自己逃走的。那你能告诉我们，施琅的女儿此行是做什么吗？招降。我已言辞已具，我对他说：“海水干了，我心则降。”这8个字，冯大人还不够吗？澎湖没能守住，是我刘国轩无能，并非我卖主求荣。冯大人说我一向与清廷权贵有书信来往，这也不是空穴来风，
确有其事。不过，我心从未动摇过，都在这儿。主上可以审查我刘某人是否忠诚。当今大敌当前，是大家和衷共济的时候。传言不足为凭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武平侯劳苦功高，再者，武平侯还得好好守住台湾呢。台湾不能再丢了，要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啊？我看，立即宣布自立乾坤，这样，十郎再打来，那就是国与国的战争了。如今自立乾坤更不是时候了，立得越快，招打越快。清廷皇帝早说了，台湾之民据信民省百姓，与藩属国不一样，绝不允许另立乾坤。这样不清不白的拖着还好一点。我也知道清廷皇帝不会同意我们自立乾坤，可是我们独立了，外国就好说话。如今这个样子，别人想帮忙也帮不上。就像一家人哥俩打架，外人怎么好插手啊？若是我们自立乾坤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让人家欺侮了，可以名正言顺地请第三国来调处，甚至出兵帮我们来击败来侵者。这主意不错啊！就算外国人帮我们打胜了，可他们赖在台湾不走了怎么办？就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呢。这也是太妃最担忧的。卖国之论，这是葬送我台湾之举。当年老延平王带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，从荷兰人手中收回了台湾，外国人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我台湾，我们怎么能拱手把台湾让人呢？这样的罪人我不干。武平侯，这也不妥，那也不行，那该怎么办？台湾尚在我们手中，这就是本钱，还可以与清廷讨价还价。受招服是上策，若是错过了机会，人家攻下台湾了，那个时候我们想求和都没得可能了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。哼，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卖国之论。试想，施琅为何起兵？他一旦攻下台湾，势必把王氏和我等杀个鸡犬不留。不要说没有便宜可占，我们能保住性命吗？既然早晚是死，拼一拼也比跪在人家脚下让人杀头好。施琅不会这么做的。你替施琅打保票，够默契的。大势已定，庶当顺应大势。到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时候，后悔都来不及。说来说去，你果然是清廷的走狗。看看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请延平王当机立断铲除此腹中之大象。各位勋臣都是为台湾着想，不必因谋略不同而大动肝火吗？延平王，我刘国轩为台湾征战10几年，没有想到冯大人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和亲人。我刘国轩为了避免同胞之间的相互厮杀，我愿免除官职。这种无用之人，不用倒也罢了。哎呀，这是说的啊！哎呦，俘虏们都放回去了吗？放回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们还痛哭失声。本来以为被俘了必死无疑，没想到他们还受到这样的礼遇，还能回去和妻儿老小团聚。剧本当中说的那句话，连我听了都感动啊！哪一句？一定是那句“四海归一，边民无忧”。你们回去也能过上好日子，不能让台湾海贼盘踞绝岛，使天下残缺，使东南4省失去屏障。我对俘虏们已经讲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们都住在那么遥远的地方，理应受到皇上的恩惠。今天请诸位来，是想商讨一下下一步的事。这有什么商讨的？打过去算了，还等什么？昨天姚志台来行文，
听说我在9、10月间要乘北风进军台湾，他有些着急。他主张我们分2路进剿，怕敌人有喘息之机，企图东山再起。姚大人所言也不无道理。姚大人随即又浩浩荡荡地派人送来20船军火、军衣、军粮，还有赏银，对我们来说已是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一鼓作气固然不错，可我们伤了那么多的人，需要增补；坏了那么多的船，需要抢修，这需要时间呐。再说，我们给皇上报捷的奏书已呈上去了，要等皇上的旨意呀。目前台湾岛上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这时候是摧枯拉朽的良机呀。也不尽然，越是在敌人成惊弓之鸟之际，越要小心，越要审时度势。目前，我们要以攻心为主，攻城为辅，已经到了剿抚并用的时候了。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，要以战逼和。是不是要派使者招抚？我跟刘国轩打过一次交道，愿意前往。只怕你这次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，不像上次那样能偷偷的溜回来。啊！这个侍郎就是侍郎，果然不负众望，一举夺下了澎湖天险，为平台扫出了屏障，此乃奇功大功啊！打下了澎湖，这好比已经进了他的院子，登堂入室就不难了。关键在于歼灭了他的精锐之师，只有刘国轩一人。台湾再想与我朝廷作对，嘿嘿，笑谈。朕给你们念念朕的懿旨。据见尔等筹划周密，调度有方，官兵奋勇攻拔海洋险要重地，甚为可嘉。在世有功人员从优义序，施琅独立兼任，直入海岛，使年久贼寇顿至穷促，奇功甚大。你们说，加封施琅什么为好啊？以前施琅是伯爵，现在应晋封侯爵，应授为将军。好，就封施琅为靖海将军，封靖海侯，世袭罔替。至于何时征台，姚启圣恨不能连战连胜，施琅却已经派出使者进行招抚，同时做好了10月平台的准备。不要听姚启圣的，朕到如今才真正明白施琅的所谓以战逼和，大军压境压出来的和，才是真和。想想当初的招抚之计，那岂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不要说与虎谋皮了，你就是与猫谋皮也是谋不来的。澎湖一丢，台湾的大门就敞开了。打吧，一无精兵，二无粮草。台湾本来就人少，你现在招兵训练吧，也来不及呀。冯侍卫和洪旭、黄良义等人，不是主张率现有军队、战船渡海去征服巴达维亚，以那里为基业，谋求东山再起吗？我已经联系了库克船长，他们是很有实力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守住台湾。这不行，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？这很可能是引狼入室，荷兰人岂可信任？远走巴达维亚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，而是自古以来，这巴达维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地盘吗？不是。明朝我国商贾常与岛上有贸易往来而已。这不就得了吗？我们不守住自己的地盘，去漂洋过海挤占别人的地盘，这是不得人心的事情，这也长久不了的。哎呀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！我们丢失了台湾，我们对不起老延平王啊！封大人，你的忠心可嘉，这是没得说。可是人都拼死了，这台湾不照样失守吗？我想不管怎么样，老延平王在天之灵，也未必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抛乡离土或自绝于世。虽说我一直以来也曾主张台湾自立乾坤，可是现在看来，台湾是守不住的了。我听说你们有第3种主张，可不可以说来听听？这是臣的主张。说之前，请太妃饶恕臣的罪过。刘大人，都生死关头了，还什么饶恕不饶恕的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。澎湖失守，军心涣散，民心动摇，台湾岛内随时可能出现大乱。
原来我们有几万人马，也不可与清廷匹敌。澎湖之役，难道没有天意吗？6月天本来不应该5天没有台风的，可侍郎冒险而来，居然一连10天没有台风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臣以为，丢小面子比丢大面子划算，吃小亏比吃大亏合理。刘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投降，受招安，称臣当然是丢面子的事情，可这是小丢。但凡人家攻克台湾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？到时候史书上会给我们写上一笔不识时务，招致灭亡。降清毕竟是降了朝廷，至于大亏小亏，臣就不用说了。现在派出使者，我们还有条件提出保全之策。到了灭顶之时，我们还有资格提出条件吗？你的话有道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就只有忍痛走这步。带台湾信使。台湾信使郑英平、林维荣参见施琅大人。我等奉延平王之命，特来求和。起来，请坐。你们延平王提出的条件是，要求得原居台湾之便，只求祭祀祖先，照管物业，不剃发，不上岸，就知足了。假如在我进兵之先，进剿澎湖之前，提出这样的条件不算苛刻。当初我开出的条件，要比这个优惠多了。你们为什么不想？今天想不削发不登岸，这绝不可能！请转告你们的延平王，如若真的有诚意，就拿出有诚意的条件来。退下。是。施大人，咱们看看信里说了些什么。那我们就这么认输了？不要抵抗到底！我去找荷兰人，借着他们的势力，要是再打不过，我们就跑到巴达维亚去。依靠外人，王氏族亲会反对。他们现在已经吓破了胆。还好我们没把石世宗杀了，不杀他，也算是留了一条求和的后路。必须堵死这条路，他们才能死心塌地地跟咱们走。干脆把石世宗杀了算了，把人头送到澎湖施琅大营去。施琅一生气，肯定不会接受投降。大家可以背水一战，与施琅周旋到底。不，我们现在还不可以这样做。西范洪绪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快！快！一定要抓住他们！怎么了？这就是
是我们的末日吗？死，我们经历不止一次了。可惜，遗恨无穷的是，眼看父亲的水师要平定台湾了，我们却不能看一眼亲人。这。我们还是自己归于大海的干净，不能让他们绑去砍头。走，快！交代。你干嘛？讨厌！哎，姐姐什么时候变成男的了？姐姐还是穿男装最威武。姐姐若是男的，不当提督也当巡抚了。那是。爹爹，你眼睛还疼吗？爹爹眼睛负伤了，怎么能不疼呢？啊！哎呦，下来吧，爹爹老了，抱不动了。阿妈，多像个朝廷的信使啊！这回去刘国轩处，他不会把你囚禁起来了，他会把你奉为上宾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哎，启觉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。不可能，你可称得上是处变不惊的人，一定出什么事了。您来一下好吗？啊。快点，走，来，走，跟我来。这是他们刚从台湾送来的，当然是挑衅。岳父大人，您一定要挺住啊！大人，大人！你真混！你怎么让父亲看这个？父亲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他一定挺得住。姚玉来过京城我家里，我见他的时候，他是那么的清纯动人，和今天一样。姐姐，要不要再看一眼师祖？他们在归顺之时，
送来世宗和姚云的头颅，是何用意？那还用问吗？是想和我们血战到底。没错，但不合常理呀。是很反常，这不是在招祸吗？也许他们当中的主张自立乾坤者，是想用孩子们的头颅来激怒我，不让他们归顺朝廷。有这种可能。还谈什么？干脆打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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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后，他们就是跪在地下求我们招抚，也别想。我要灭他们满门，为世宗报仇！为世宗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世宗，我的儿子啊！阿妈，你这个信使，这个时候更应当去。我在给皇上的又一次奏书里已经表明，若是台湾肯归顺，肯放弃抵抗，顺应民心，我允许他们归降。皇上褒奖我施琅为国而忘私。世宗啊，父亲想替你报仇，可我这样做有违君命啊！我肩上承担着皇上怀柔万邦之使命，讨逆抚顺是我施琅的职责。父亲，这个时候让阿曼出使，恐有不测。为了征台，你哥哥都死了，这个时候让你姐姐去，更显得我施琅的真诚。启决呀，在，给他们建一个冢，立一块碑。这事你去办。知道了。不要再给亲人们看，不要再看了。过几日我给姚志台修书一封，他毕竟是我的亲家呀。孩子们，都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我的孩子们！
对我的思念，醒来却不见你的剪影，只见海天相连，相连，相连。我托海鸥捎个信，问候你是否平安。海鸥带回美好的音讯，你给我同意的祝愿，祝愿，祝愿。等到那一天走出梦境，阳光迎接我们的笑脸，哦，一起扑进母亲的怀抱，愿大海的清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。愿大海的清波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石某安能滥杀，安忍滥杀？父亲大人不仅是一个将才，还是一个大智之人。有多少个月缺月圆，才盼到这一天？这也是气数，揪谁之过不是当务之急。海水干了，我心则详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就只有忍痛走这步。